释迦牟尼小时候就展现出了超强的慈悲心，商人在朝堂上撒了谎，国王打算治他的罪，可悉达多王子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在没有人愿意做担保的时候，小王子站了出来，他愿意为商人做担保人。商人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可邪恶的胡范王居然暗地里伪造国王诏令，命商人高丽将本来要运往新城的粮食转运到了别处，害得新城百姓吃不上饭，居然在国王面前活活饿死。净饭王大怒，决定要惩治高丽的负责人。大臣无奈地站出来说，当初是悉达多王子为高丽做了担保，现在出了问题，肯定要惩治王子殿下的。国王一时间进退两难，一个人的善良不应该成为他受罚的理由，可自己身为国王，他必须公开裁决，让天下人信服。最终国王还是忍痛宣判了对小王子的惩罚，但他身为父亲，愿意替小王子承受刑罚，可国王乃万金之躯，怎能受着严酷的鞭刑？执行者迟迟下不去手。正当大家不知该如何劝说国王时，高丽带着那份假诏令前来认罪。他表示自己是按照陛下您的诏令行事啊。国王一听纳了闷了，高丽连忙将诏令呈给他看。一旁的胡范王已经有些慌了。国王看后表示这诏令是假的，自己从未下过此令，这上面所盖的印章太过粗劣，一看就不是黄金印章所刻。大臣问他是何人给他的诏令，高丽只回答是宫里面的一个侍卫，他现在也在到处找那人，只有找到了他，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虽然高力士听从了假诏令的话，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也是事实。按照施家律法，高丽有两个选择，一是要受鞭刑，二是被驱逐出境。最终高丽选择了离开，但在走之前，他还想再见一见悉达多王子。国王同意了他的要求，高丽跪拜在悉达多的面前，他很庆幸自己没有辜负小王子的信任，感谢着小王子从前教会他的真理，这将使他受益终生。经此一事，大家对于日后能拥有一位仁慈的帝王而感到高兴，他们欢呼着，大声地喊着小王子的名字。计划失败的胡范王这一下可气个半死。这时仆人来报说，单绝王来接甘露王后回宫，已经快到城门口了。单绝王来到迦毗罗卫，是以女婿的身份前来，因为波提王后和已经逝去的摩耶王后都是单绝王的妹妹，但两个国王因为国事闹得不太愉快。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，单绝王让下人端来一盆水，要让净饭王为他沐足后，他才会进城。场面一度非常尴尬，身为国王，他怎能屈尊为他人洗脚呢？幸好最后波提王后出面，要以妹妹的身份帮兄长沐足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另一边，小王子正和提婆达多一起上射箭课，因为每一支箭的命中都会带来生命的消逝，所以小王子十分的抵触射箭，于是干脆不练箭了，跑到花园里和耶输陀罗散步。两人正在谈心时，提婆达多射中的一只白鹅落在两人面前，看着受伤的白鹅，小王子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为了保护白鹅，小王子不愿让提婆达多带走他。提婆达多斥责他这是在顶撞兄长，可小王子却表示自己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。气愤的提婆达多将此事闹到了国王的面前，说悉达多抢了他射的猎物，他希望国王帮他讨回公道。国王此时正在宴请单绝王，他想将此事压下，向弟弟胡范王使了个眼色。胡范王告诉儿子，现在不是寻求公正的时候，让他赶紧离开。可单绝王却以为应该给孩子一个交代。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，侍女来报说王后突然晕倒了，于是众人连忙来到寝宫，没想到波提王后居然怀孕了。众人听后欣喜万分，除了祥光夫妻俩，有一个悉达多就已经够他烦的了，现在又来了一个。国王大喜，他要将这一喜讯宣告于整个国家。单绝王开玩笑地说道，看来小王子又多了一个争斗的兄弟啊！因为有单绝王在此，国王只好将两个孩子之间的纠纷搬到朝堂之上，公开进行审判。这次小王子没有往日的退让，他为了救下这只白鹅，与众人据理力争。提婆达多直言，我对你沙地利的本性表示怀疑。小王子却反击道，我也对你的人性表示怀疑。他继续说道，沙地利不需要靠猎杀来体现，真正的沙地利应该是保护者，爱护生命正是这职责的体现。小王子的话让净饭王和单绝王都哑口无言，国王只能请余主大师来定夺。余主大师决定将选择权交给那只白鹅，而白鹅自然是走向了救下他的小王子的身边。国王最终将白鹅判给了小王子，小王子将白鹅带回家中精心照料，等他伤势痊愈后便将它放生到大自然。提婆达多再一次输给了小王子。很快耶输陀罗便要和父母回家去了，临走时小王子还送给了他一把种子，他希望天臂城也能
能开满美丽的鲜花。随后两个孩子依依不舍地告别。而到了晚上，祥光夫人再次作妖，她假意来看望波提王后，嘴上说着祝福的话语，可心里却暗藏着歹毒。她故意对王后说，一个人是无法精心照顾两个孩子的，如果王后的眼中只有悉达多王子，就是对亲生儿子的不公；要是只照顾自己的儿子，便是失信于逝去的摩耶王后。这件事令波提王后心神不宁，夜里冷风阵阵，她坐在秋千上吹笛，却仍想不出两全之法。过度的忧思使她腹痛难忍，侍女听见声响，着急地前去拿药，可药却早已被王后丢弃。她最终选择放弃自己的孩子。波提王后因此小产，国王担忧地前来看望她，却听见王后与祥光闲聊之中的实情。国王感慨万分，自愧不如。他为了小王子只是建立了新城，而王后却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。王后的牺牲远胜于国王自己，两人对小王子的爱却是如此的浓烈，只盼望着悉达多日后能成为人人敬仰的转轮圣王。这日，国王问起小王子的学业进展，乔晨如导师表示，悉达多王子天资聪颖，对于他所传授的知识吸收得很快。有一次，他在课上说起真理有二，分别为贤与隐。提婆达多对真理分为两种而感到不解，小王子却心领神会地为提婆达多解答。他说，显性真理浅明而易正，例如雨后河流水位上涨，而隐性虽未见降雨，水位也会上升，这是因为雨水落入深山，从峰顶倾泻汇入河流。这真理虽是事实，但却无法证明。王子的智慧令乔晨如感到惊讶。不仅如此，小王子对骑射和音律方面都有非凡的天赋，甚至还通晓舞姿，这让国王非常的欣慰。可当他问起武器训练的方面时，导师们却面露难色。原来是小王子不愿意习练战术，国王很是生气。身为沙地利却不好战，但这并不代表小王子对兵刃用法一无所知，只是他对此有所排斥。国王非常气愤，命令导师们将王子训练成一名威猛的勇士。乔晨如来到河边，却看见众人正在救火，询问过学生才知道是提婆达多放的火。乔晨如气愤地喊来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表示是因为贱民车逆帮忙搭建的草屋，所以他才要放火烧掉的。他不允许自己的老师住在贱民所搭建的草屋里，这简直就是侮辱。乔晨如听后怒火中烧，决定要惩罚他。可一旁提婆达多的导师马户却偏袒起了自己的学生，他并不赞同乔晨如的理念，两人当着学生的面吵了起来。乔晨如表示，婆罗门生于梵天之手，双臂生于沙地利，腹中生吠舍，而足生普陀罗，他们都应该是平等的。马户反驳道，头和足怎能相提并论？乔晨如反问，失去双足又该怎样行走呢？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。此时马户暗自发誓，他与乔晨如势不两立。乔晨如找到小王子，却发现他正在冥想。小王子谨记老师对他的教导，嗔怒似火，冥想如水。他刚刚若留在那里，只会增长兄长的怒气，还不如一个人跑到这里静坐。乔晨如很是欣慰，随后坐下与悉达多一同冥想。光阴如梭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0年。幼年时曾与提婆达多玩耍的耶输陀罗也已经长成了美丽的女子。当年悉达多赠予她的种子，如今已经开遍了整个山野，而悉达多和提婆达多也在各自导师的教导下长大成人。提婆达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和悉达多较真，他一心想要打败悉达多，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储。这日，王国正在举办盛大的竞技比赛，比赛里不论身份地位，每个人只需戴上面具就能参加，无需顾及对方的身份。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成为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。祥光和马户导师为了能让提婆达多获得胜利，他们买通乔晨如身边的人，得知了悉达多王子会佩戴红色面具出场，只要提婆达多遇到悉达多在比赛中痛下杀手，王位将会彻底属于他们。第一场比试，提婆达多赢得干脆利落，看到对手是红色面具时，他准备痛下杀手，幸亏乔晨如导师及时拦下，才没再让他继续下去。提婆达多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胜过了悉达多，却不知悉达多早已将红色面具让给了他人。而悉达多在第二场的比试处处忍让，担心会伤害到对方，等到对方体力透支时，再将对方震慑在地。悉达多摘下面具，赢得了胜利，象征和平的白鸽落在了他的肩上。国王和王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10年的栽培总算没有白费。提婆达多看见这一幕，怒火中烧，他气愤地质问自己的导师，不是说悉达多会佩戴红色的面具吗？此时乔晨如走了过来，说出了真相。他本来是要将红色面具交给悉达多的，他自己另一个学生的面具系带断了，眼看他马上就要上场了，乔晨如便将悉达多的面具给了那个学生。乔晨如提醒他，导师应该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，而马户导师偏袒提婆达多并无益处。提
提婆达多简直气愤到了极致。但这只是第一场的比试，接下来的比赛，祥光又怎会甘心自己的儿子输给悉达多呢？他又将使出怎样的手段？而面对这些阴谋，悉达多是否能够轻松化解呢？